美国真的要把 F-35卖给印度吗？4月11日，有媒体报道称，美国将派遣 F-35A 闪电参加印度即将在2024年8月举办的巨浪动能多国空中演习。早在2月演习消息刚刚发布的时候，法国和德国就立刻宣布参加此次演习。两个欧洲大国如此闪光的原因不是别的，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向印度兜售战斗机。作为世界第一军火贩子的美国也不能例外，终于在4月放出风来，可能派 F-35A 前来演习，向印度人展示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。然而这并不代表美国立刻就要把 F-35卖给印度，很有可能只是采取了一个捆绑销售的策略， F-35只是给印度人闻闻味儿就端走了，向印度高价出售 F-16的改型 F-21才是美国人的真正目的。来自洛克希德马丁的 F-16及其各种改型，在全球范围内有28个国家和地区采购，并装备了超过4600架 F-16及其各种改型，使 F-16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全球最畅销机体。但是洛克希德马丁向印度兜售 F-16的历史并不顺利，甚至可以说写满了失败。众所周知，印度的各式武器装备主要依靠在国际市场上购买。自从印度空军成立开始，英国、美国、苏联、法国、加拿大，甚至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向印度出售过各式军机。目前，印度现役的战斗机更是万国牌。主力战斗机既有俄罗斯为印度量身定制的苏30 MKI， 又有法国的幻影2000和印度自产的光辉战机，预警机来自巴西，侦察机来自美国和以色列，真可谓是米格和阵风齐飞，雌鹿和智努干共美。早在2008年，洛马专为印度设计的 F-16IN 就参与了当时的印度空军采购。在这次被印度人称为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招标竞赛中，波音的 FA-18EF 超级大黄蜂，法国达索的阵风，瑞典萨博的 JAS-39 鹰狮，欧洲战斗机的台风，米高扬的米格35和洛克希德马丁的 F-16同台竞技，共同争夺这个69亿美元的大单。为了和其他战斗机同台竞技，洛克希德马丁为印度空军提供了 F-16IN、F-16IN 基于 F-16EF Block 6062换装 AN/APG-80 雷达和 F-110-132A 发动机，配备了电子战装置、红外跟踪搜索传感器、头盔显示器等先进装备。不仅如此，五角大楼还向印度抛出了橄榄枝。采购部门负责阿什顿·卡特表示，假如 F-16IN 中标，美国愿意向印度提供 F-35作为未来 F-16IN 的升级替代。要知道，彼时的 F-35刚刚首飞，连美国人自己装备 F-35都遥遥无期，更不要说提供给盟友。印度也知道自己和美国的关系算不上多硬，经常在军售上被坑的印度难得清醒，没有中计。F-16和 FA-18EF 在招标中未能入围决赛即被淘汰，留下来自欧洲的台风和阵风打擂台。最终来自法国达索的阵风以价格优势获得了订单，法国将以105亿美元的总价向印度提供126架阵风战斗机。很快，印度人就发现生命中的每一个折扣都在暗地里标好了价格。虽然这次印度人没有被美国人坑，但法国人也没安好心。自从2012年中标之后，短短的2年时间，整个项目的成本已经从刚中标时的110亿美元飞涨到近300亿美元，比起2007年项目立项时的不到70亿美元，成本翻了接近5倍，彻底是把印度当肥羊宰。2015年，被法国人拖急眼了的莫迪专程飞往法国谈判战斗机交易问题。经过3年多的不断更改和推诿，印度人花了超过85亿美元，捏着鼻子从法国人手里购买了36架阵风，平均每架2.4亿美元，比 F-35还贵。但是这36台价比黄金的战斗机显然满足不了印度空军的需要。要知道，印度需要更换的650架飞机中，有超过1/3的机龄超过40年，基本上是铁打的飞机，流水的飞官。当然，前提是不出事故。面对自己七零八落的空军战机，印度空军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嗅觉灵敏的美国军火商自然看出了莫迪的焦虑。就在同一年，打着给莫迪总理的印度制造计划捧场的旗号，洛克希德公司提出在印度生产 F-16IN，并着手与印度开始谈判。
要知道，作为全世界最畅销的战斗机，印度的老对手巴基斯坦就买了不少 F-16。2015年，印度还曾专门召见美国大使，表达对美国向巴基斯坦出售 F-16的不满。虽说是在商言商，印度人在心里总归是有点不爽的。好巧不巧的是，印度独立开发的光辉战斗机刚好在这时开始服役。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洛克希德把 F-16卖给印度人的美梦又一次落空了。在挥泪告别了法国人不久，印度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多用途战斗机招标。此次计划采购110台战斗机。听闻这个消息，全世界的奸商们都沸腾了。上次落榜的各家公司也都纷纷参与进来。波音提供了全新改装的 F-15EX 鹰2，俄罗斯也开始发力，苏霍伊为印度提供了特别定制的苏35以供选择。最离谱的是，臭不要脸的法国达索又把阵风拉回来参加招标，把印度人气得七窍生烟。洛克希德这次给出的方案还是 F-16，只不过是基于 F-16V 改装的 F-21。早在2019年的印度航空展上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向公众展示了 F-21的概念。这个编号似乎在暗示，全新改装的 F-21和 F-22猛禽就差一点。事实上 F-21也确实继承了一部分 F-22和 F-35的血统。除了 F-16印上已有的改进，这台以 F-16 Block 7072为蓝本的，将配备类似 F-35的巨大座舱显示器，以及可以同时安装3枚响尾蛇导弹的发射架，更加入了源自 F-22的 APG-83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。该雷达的扫描范围是以往的2倍，并且能以更高的精度追踪攻击多个目标。为了吸引印度空军购买，洛马在 F-21身上做出了数十项针对性的改进。F-21的宣传页上，洛克希德自卖自夸的方式向汽车厂商看齐：中控大屏、通用引擎、超长续航、能源之星、高精雷达、安全升级、超远红外、流线外形。美国人称 F-21将会把印度空军引向世界最大最先进的战斗机生态系统的中心。购入 F-21将会加强美印之间的良好伙伴关系，着重强调了 F-21单引擎的低碳环保特性。总之就是吃得少、干得多、价格低、性能好。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吆喝之外，洛克希德还提出了和印度本土制造企业塔塔先进系统公司合作，在印度本土开设生产线来生产 F-21。这家公司最初和西克斯基合作生产直升机，后来规模越做越大，开始和空客、洛马、波音合作，生产 F-16和阿帕奇等机体的机身配件，还为印度本土设计生产了一系列军用车辆和无人机等。和塔塔的合作不但迎合了莫迪的印度制造战略，也能够为整个项目削减成本，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，还能培养大批熟练工人，可以说充满了诱惑力。最后，美国人仍然像10年前一样，以 F-35为饵钓印度人上钩。2023年的印度航展上 ，F-35也参加了飞行表演，把印度人馋得口水直流。今年的印度巨浪动能军演，美国也很有可能派 F-35参加。美国的意思就是，虽然你们印度可能看不上这个老爷机改过来的 F-21，但我知道你们想要5代机啊！你看看现在装备 F-35的国家，哪个不是我美利坚的亲支寄脉？做成这笔生意以后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再想买 F-35都好说。众所周知，5代机是印度空军永远的痛。2007年，俄罗斯和印度启动了未来前线战斗机项目，两国达成协议，基于俄罗斯的 T-50原型机，合作开发5代机。10年里，印度是一点核心技术没捞到，还白白赔进去180亿美元的巨款。最可气的是，印度前脚撤出 T-50项目，后脚俄罗斯人就让苏57服役了。印度人也不是不想自己研发，但考虑到印度自研的光辉战斗机从首飞到交付服役差不多用了15年，作为入门级的3代机，价格却直逼 F-35。不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在肉眼可见的近10年里，印度都不太可能发展出自己的5代机。美国人许诺的空头支票，说不定还真能打动印度空军。不过，印度人也有自己的考虑。F-21的原型之一 F-16V， 在全球最贵的战斗机中也是榜上有名的。今年早些时候卖给土耳其的 F-16， 均摊下来单机价格高达2亿美金。虽然 F-21的价格还没有公布，但可以想见的是，面对印度这种传奇大客户，均摊下来3亿美元一架，都算美国人大发慈悲了。印度的外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飙升的战机价格自然地成为了采购 F-21的阻力。
尽管洛马宣称 F-21能够一路服役到2060年，单发战斗机的成本更低，可维护性更好，但是 F-16平台毕竟太老了。印度国产的光辉战机虽然既不中用也不便宜，和 F-21这样的轻型战斗机却存在着职责上的冲突，这也是印度采购 F-21的阻碍之一。印度走向何方？不过，美国和欧洲的军火商们倒是不用担心俄罗斯来抢生意。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，印度向俄罗斯购买的军火超过400亿美元，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，脱钩成了唯一的选择。印度专家表示，与俄罗斯签署重大军事协议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对华盛顿来说，这是一条红线。根据4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披露，尽管莫斯科方面在提供先进武器方面提出了优厚的条件，但印度高层仍不为所动。去年，印度和美国签署协议，允许在印度本土生产通用动力研发的战斗机引擎，这是美国首次向非盟友做出这样的让步。同时，印度正考虑向法国采购海军战斗机，用以武装国产航母，并希望用法国、德国和西班牙的技术制造潜艇。种种迹象都表明，印度正在逐渐摆脱俄罗斯军备，转而投向西方怀抱。至于 F-21是否会被印度接纳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答案。